欢迎来到会生活种菜，我的频道是关于家庭种菜经验分享的。如果您对种菜感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只需要点击视频下方的红色按钮就可以免费订阅了。今天分享的这款有机肥制作起来非常简单，肥力超强，而且原料也非常便宜。我每年都会制作一瓶，前院浇花，后院浇菜，效果非常好，省去了很多买肥料的钱。这一杯就是黄豆，这样一袋黄豆超市卖得很便宜，只需要用到半袋的量，制作好的液体肥就可以用一整年，超级划算。先将黄豆浸泡6个小时左右，用开水浸泡会更快。如果不着急的话，也可以用自来水浸泡1个晚上。泡好的黄豆明显体积增大了很多，然后加水倒在高压锅里煮，时间大概需要20到30分钟。煮好的黄豆已经非常软烂了，直接吃就很好吃了。用叉子轻轻一按就碎了，这样经过高温的处理就杀死了很多有害细菌。黄豆接下来的发酵就更容易，然后煮黄豆的水也不要倒掉，因为在煮黄豆的过程中有很多营养溶解于水里了，让它自然放凉，然后直接倒在一个干净的矿泉水瓶里。再加水，直到矿泉水瓶留有一定的空间，让黄豆发酵放气，这样黄豆液体肥就做好了，非常简单。由于黄豆已经被煮得很软烂，所以发酵速度也会很快。在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，2周左右就发酵好了。可以看到黄豆自己浮了上来，而且产生了很多气泡，就说明发酵的差不多了。在发酵的过程中，切记一定要每天放气。如果阳光直射的话，发酵就会更快，最好每3个小时就要拧松一下瓶盖放气了。以前有朋友问我，黄豆可不可以用来做肥料，以及黄豆到底是什么肥？黄豆肥曾经被人们认为是万能的有机肥，它的肥力很足，可以用来改善土壤板结、土壤改良，是养花种菜的好帮手。除了植物生长所需要的氮磷钾以及很多中微量元素之外，黄豆还含有大量的氨基酸。氨基酸是构成生物体蛋白质的最基本物质，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，与生命活动息息相关，是生物体必需的营养物质。植物生长需要18种氨基酸，每一种氨基酸都对蔬菜生长起到不同而且重要的作用。比如可以增强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提高抗病虫害的能力，调节光合作用，促进细胞组织分化，促进种子发芽以及根系的生长发育，让果实提前成熟，提高产量等等。而且氨基酸还可以为植物生长补充有机氮肥。关于氨基酸对植物的作用也有很多的研究成果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。黄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是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植物性氨基酸来源了。发酵好的黄豆液体肥放置于阴凉处保存即可，使用也很方便。取30毫升的液体肥，兑水稀释50倍就可以直接浇灌了。每月用1次，效果会非常明显。现在购买的有机肥价格越来越贵，自己堆肥又远远的不够用，不如做一点液体肥，
又简单，又干净，又省钱。除了液体肥之外，剩下的黄豆残渣也可以直接取出来，直接埋在植物根部周围，让它进一步缓慢分解，释放出更多的养分。我就在我的辣椒周围，距离10厘米的地方挖一个小洞，将黄豆残渣埋进去，这样我的辣椒今年就能结很多果实了。或者也可以将它埋在您的盆栽植物周围，会让您的绿植叶子油光鲜亮，越来越茂盛。这样一肥两用，一点都不浪费哦。在这里，如果想要为黄豆肥补充更多的有机微生物的话，也可以加入1勺 EM 菌原液。这是我自留的原液，是制作时倒出来的最清澈的乳清，里面已经加入了糖蜜。没有糖蜜的话，也可以用红糖，这样这里面的 EM 有益菌会更快的繁殖。EM 菌是光合菌、乳酸菌、酵母菌等各种有益菌的菌群，和黄豆液体肥混合使用，肥力会更强。那么 EM 菌原液的制作是这样的：过期牛奶和糖蜜水1:1混合在一起，加入1勺糖蜜或者红糖，放置在温暖且避光的地方，大概只需要2天左右就分层了。过滤掉上层的凝乳，底下的乳清就是我们要的 EM 菌原液了，最好同样避光保存。可以加在我们平时制作的各种酵素、液体肥当中，也可以直接倒入堆肥箱，加快堆肥的速度。哦，对了，这袋黄豆除了用来做肥料之外呢，还可以直接拿来种。我每年都会用这样的大包装的黄豆种植毛豆，今年也不例外。种1颗就可以结一大堆，超级划算，根本不需要去专门买毛豆的种子。这是我去年种的毛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1颗毛豆种子就能分出很多杈，大概1颗能结50个以上的毛豆，但是整个生长过程需要比较高的温度，所以最适合在夏天种植，需要大概3到4个月，时间确实有点长，但是管理很简单，也不需要搭架子。总的来说，这一袋黄豆既可以用来吃，也可以用来做养花种菜的肥料，还可以当种子种出更多的毛豆，一物3用，真的是物超所值啊！好了，今天和大家介绍了我们身边的简单易做的黄豆肥。现在夏天到了，真是制作各种有机肥的好时候，发酵速度会很快，还可以将液体肥留到冬天使用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分享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。